各位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佛教的一些知识，我相信佛陀的智慧。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光明，佛陀的慈悲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幸福、开心欢喜。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人而且都是绝大多数都是凡夫人。从我们佛教的语言来讲，都是凡夫人也就是普通人。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普通人的内心当中，有一个同样的这个烦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贪图心嗔恨心，还有无明就这个三毒我们佛教的语言讲这个叫三毒。那有了这个三毒，有了这个烦恼以后呢我们的心不自由不自在。经常心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这个烦恼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会伤害我们自己，会伤害周边的身边的很多人，以及给这个社会会带来这个不好的影响。这一切都是烦恼导致的。那这个烦恼怎么样去控制？怎么样去这个断除这个烦恼呢？佛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方法。那今天我们其中讲一个其中讲一部分，这个题目就是佛教的世界观今天我们不是一个纯粹的传法今天是我们一个文化交流。佛教本来它也是一种文化我们不能把佛教当做一个宗教更不能当做一个迷信。佛教里面有很多观点很多的理念都是非常的科学，用我们现代人的语言来说，非常的科学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能缺少这些理念一旦没有了这些理念以后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佛教的世界观那佛教的世界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我们的心里就会产生很多的烦恼。比如说因为我们不了解金钱我们不了解金钱的本质所以金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
我们不了解感情的这个本质，婚姻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真相，所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甚至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痛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认识，需要有正确的认识，需要用一个很客观的、公正的、很科学的，就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说，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去面对这个世界，用一个很正确的观点、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看人生，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减少很多烦恼，平时我们活得不会这么辛苦活得不会这么累，活得不会这么没有意义所以今天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佛教的世界观。佛教里面呢有很多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归纳为，还是可以归纳为三观佛教的世界观，佛教的人生观，佛教的价值观。当然佛教的有些观点是已经超越了我们普通人所想象的这个范围已经超越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归纳为这个三个观点那其中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佛教的世界观去年我们有是在这个地方简单的介绍过佛教的这个人生观生命科学当中的一部分佛教的这个人生观当中的一部分就是死亡学，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这个认识死亡怎么样去正确的面对死亡怎么样去正确的这个修心修这个死亡的一些这个过程去年我们简单的介绍过那这次呢，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佛教的世界观佛教的世界观，我们首先从二谛讲起，从二谛讲，二就是1、2、3、4的二谛就是真谛，从二谛开始讲，那什么叫做二谛呢？首先我们就讲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桌子上搁一个鹅卵石然后用我的肉眼去看这个鹅卵石，跟显微镜用显微镜去看这个鹅卵石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用我们的肉眼去看这个鹅卵石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一个精致的这个物质精致的物体我们两只眼睛再看这个再注意再认真的这个看这个鹅卵石，也就只能看到是一个精致的物体，它是一个精致的物体，一动不动的物体那用显微镜看这个鹅卵石然后我们首先这个鹅卵石是分子分子呢然后再往下是原子，原子核、电子质子、中子最后到夸克就是到一系列的这个微尘组成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而且这每一个这个比如说电子围绕着这个原子核
运转，每秒600多公里的速度啊，那是一个这样子，这个里面没有任何静止的东西，一切都是运动的，一切都是运动，这是显微镜的这个结论啊。那静止的这个是我们的肉眼的结论，两种不同的结论，一个物质有两种不同的结论，那这个我们看到的肉眼看到的这个静止的东西，这个就叫做世俗谛世俗谛，然后就是用显微镜在显微镜下发现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圣义谛当然，我们佛教的这个圣义谛呢，不仅是这么浅但是我们首先简单的说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东西呢，叫做圣义谛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很世俗的这个我们的肉眼是很世俗、庸俗、很普通的一个这样子的感官，他发现的东西，这叫做世俗为什么后面还有一个谛字呢？谛字是真实的意思，也就是说用显微镜看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仪器下面呢它不是静止的，这静止的不是真实，但是呢，用我们的肉眼去看我们发现的这个静止的东西呢，从我们的这个肉眼的角度去看，它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同样的，今天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人在内还有外界的一切都是很真实的非常真实很实实在在还有我们是做梦的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发现的一切从这个正在做梦的这个人的角度去看的话，也是非常真实的。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否定梦境的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梦里的一切东西很执着，就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东西一样的执着，一样的执着，非常的真实，但是我们醒过来了以后呢，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呢，我们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正在做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非常的真实，同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也是从我们的凡夫，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五个感官的角度来说，一切都是很真实的，一切都是很真实，所以这后面也有一个谛字世俗谛，这叫做世俗谛，那我们刚刚看到一个鹅卵石不同的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结论是不一样那到底这两个当中谁的结论是准确的谁的结论就是符合事实？那当然了，这个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东西是真实的那它是这个鹅卵石的本质，它就是鹅卵石的本质那么它是鹅卵石的本质的话，那另外一个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静止的东西呢，静止跟运动就是矛盾的东西不可能这个鹅卵石又是静止的又是这个运动的，它不可能同时是一个这样子的矛盾体，它的本质一定是其中一个那其中那一个就是运动的，那如果这个鹅卵石的本质本体是运动的就是符合它的本质的话，那就是自然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不真实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静止的东西呢
它是不真实的东西，它是不符合这个实际的一种这样子的现象。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幻觉，这是幻觉，这个就是幻觉。这是幻觉因为它是幻觉，所以它不符合实际因为它不符合实际，所以它是幻觉。这叫做幻觉。这叫做世俗谛生义谛是它的这个物质的本质，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世俗生义谛这样子，我们首先要把这两个分开世俗谛、生义谛。我们首先要学会一个物质它有不同的现象它有不同的现象就是不同的感官去看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这个现象因为我们人类的这个眼睛的结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的这个眼睛的结构是另外一个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眼睛的结构是另外一个的话那我们看到的世界也不会是今天这样子的它不会是今天这样子那不同的这个角度去看，有不同的现象，到底它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呢外面这个外面会不会有没有存在一个真实的这个世界这个是唯心主义跟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个争论的焦点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说，这个唯识宗跟这个经部他们两个辩论的这个焦点那首先是我们这样子分开，有一个这个世俗谛和生义谛就两种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首先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肉眼看到的是不可靠的不可靠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人生观还有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来自于什么这所有的都是与我们的感官传递给我们的信息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去分析这个信息分析这个信息，然后去判断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应该就不应该是什么样子，去判断那这个判断的数据信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感官，眼耳鼻舌身如果我们的眼睛不会有问题的话，不会有问题，很可靠的话，那它给我们的信息就不会有错误如果我们的这个感官如果它有出问题出问题的话，有漏洞的话，那它传递给我们的这种信息也会有问题的那如果这个数据也好，信息也好，这个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根据这个信息，然后去分析最后判断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不应该什么样，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世界观，这叫做世界观也叫做这个世俗谛但是呢我们这里面要知道我们的今天我们这里看到的很多东西是不真实的、虚幻的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当下真正的这个存在的世界是什么呢？1秒钟的1/1000，1秒钟的1/1000才是当下存在的这个世界那1秒钟的1/1000，比如说我们当下抓住这个当下的时间，然后在这个之前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和之后的这个世界，它是存不存在呢？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的眼睛看来都是存在的，我们怎么样证明这个不存在呢？1秒钟这个世界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像这个电子在这个电子核的这个周围运转这是物理学的说法。那佛教里面呢，这个不叫运转叫什么呢？生灭。那这2个用词上有一个我们可以值得注意的问题。从物理学的角度讲这个运转和我们佛就不用这个词了我们就是说生灭生灭那实际上这个佛教的这个用词我认为是非常精确的为什么呢？这里边呢，在微观的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东西是运转的运转也是一个视觉的这个幻觉这个话怎么讲比如说这个运转什么样的叫做运转呢？比如说这是原子核然后呢，这个电子呢从原子核的东边然后就是这样子运转它的位置不断的在移动这个就叫做这是我们的概念当中的运转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电子真正的这个运转呢？没有的怎么没有在这个东边的这个位置上产生的这个电子呢它产生的同时就在这个东边就消失了它就在这个位置上诞生了消失了生灭是同时的，生灭一诞生立即就毁灭但是呢在它的再往前的这个位置上又诞生了一个电子它也在这个位置上生灭了然后再往前的这个位置上又诞生了一个电子又毁灭了但是我们的在我们的视觉上这个第1个位置、第2个位置、第3个、第4个位置上，我们认为是它在转实际上第1个位置上的电子跟第5、第6、7个位置上的电子相互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东边的这个坐标上的电子产生了就在这个地方消失了，它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它永远都不会再出现。然后在这个从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这地方是第1个位置这个地方是这个第5个位置，第5个这个电子的位置那这地方又诞生了一个电子，然后就是消失了然后都是一样的道理，全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们这个还是微观当中的宏观微观中的宏观，微观中的宏观我们还是视觉上还是有一个幻觉，这个电子在转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在转这个位置上诞生了一个电子，它就在这个位置上消失了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们认为这个电子上的这个位置上的这个电子移动到这个位置上去了我们的视觉，其实它没有去了这地方的就消失了然后这个地方的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就是当然它们之间相互有这个类似的共同点但是它不是这个不是以前的东西，它是在这里消失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它不叫这个运转他认为这里没有一个东西在运转那叫什么呢？叫生灭就在这个坐标上诞生了一个电子然后诞生了，然后就是毁灭了然后再往前的这个位置上也诞生了，也毁灭了，再往前的这个位置上诞生了，毁灭所有都是诞生毁灭，诞生毁灭就是这样子。
这个在宏观世界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灯光啊，彩灯，比如说10个啊，或者50个这个灯泡啊，50个灯泡啊排在一起啊，然后第1秒钟的时候呢，第一个灯光亮啊，然后立即消失，然后第2个瞬间呢，第2个灯光亮也立即损失，立即这个消失啊。那个第1个灯泡和第2个灯泡之间是没有任何这个联系的东西，它是各自是2个灯泡，但是呢，它这个啊，它亮跟这个灯泡熄啊，这个配合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远的地方看啊，有一个光啊，一直是从这个地方走到这地方了啊，这是我们视觉上的一个幻觉。实际上这里没有一个东西往前走往后走，就是啊，这个每一个位置上的灯泡一亮啊一熄，一亮一熄，就是这样子。所以佛教里面的用词是是什么呢？是生灭。生灭在微观世界当中用这个词汇是非常非常精确啊。用这个运转这个的话还是不行的，没有一个东西在微观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东西在运转。宏观的当中呢，当然有运转了啊。宏观的世界当中啊，我们任何一个物体就可以移动啊，可以往前走往后走，都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宏观世界当中不存在这样子的问题啊。这个叫做移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当中啊，我刚刚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啊，真正的存在的世界是什么啊？就是1秒钟的1/1000啊。为什么说1秒钟的1/1000？1秒钟的1/1000，我们把它定为当下啊，把它定为当下。当然了。1秒钟也可以分这个10万分之一、100万分之一可以，但是我们不分这么复杂，就是1秒钟的1/1000啊，这个时间我们就作为当下啊。那这个当下好，这个之前的呢这个之前的东西呢都诞生了，已经毁灭了，现在不存在，都已经诞生了，已经毁灭，现在不存在啊。那往后的东西呢，还没有诞生，这个还没有诞生啊，还没有诞生，也不存在了，那真正的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1秒钟的1/1000，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这是当下存在的世界，那我们宏观的世界当中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从来都不认为这个世界是1秒钟这个有串联性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人先到这地方然后就工作，然后又回去又回来上班下班等等等等，都是我们认为就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从来不认为我是1秒钟的1/1000，也从来不认为这个世界是1秒钟的1/1000，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个1秒钟和这个1秒钟也好，多长的时间也好，它的这个运转用这个物理的这个语言来说，运转，用我们佛教的这个语言来说，生灭，它的生灭的速度非常快很快所以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抓这个生灭在我们的眼睛看来它就是一个当我们不动的时候就是一个静止的物质但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连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幻觉同样的道理世界就是1秒钟的1/1000但是我们的视觉当中不是，这个是我们视觉的幻觉，这个是幻觉这个就是幻觉，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说这个世界是梦幻水泡一样，像做梦一样，像虚幻的东西。
这世界啊是一个这样子，这是一个正式的东西，这是非常科学的这个世界观啊，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信仰的成分啊，这个不是我信不信的问题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信仰的成分啊，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啊，就是1秒钟啊，过去和未来现在啊。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碰头啊，没有办法他们在一个位置上聚会，如果可以的话啊，那么如果微观世界当中啊，如果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在一个位置上聚会的话，那在宏观世界当中啊，昨天、今天、明天也可以在一个时间当中可以聚会。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时间的观念全都会乱套的，不会有一个这个时间的观念，所以这个不可能集合啊。那不可能集合的话啊，现在1秒钟1/1000是当下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啊。已经过去的东西呢，它已经消失了，绝不可能存在了，已经消失。未来的东西呢，还没有诞生啊，绝不可能存在啊。真正的存在的东西，就是1秒钟，1秒钟的1/1000，这个才是我们的世界。但是我们的看到的东西就不是这样子了啊，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啊，我们回头看啊，刚刚说了，恶乱是用我们的肉眼去看的东西，静止的啊，显微镜看的是运动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判断我们错了啊，我们的感官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啊，科学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啊。我们的常识是错误的，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用这个逻辑非常准确的逻辑推理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世界当下只有这个1秒钟的这个1/1000，其他的都是错觉其他的都是幻觉，都是幻觉，那我们这个周边的一切都是一个这样子的幻觉都是幻觉。其中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感觉当中呢，只有1秒钟的1/1000才是准确，其他前后都是错觉、幻觉。所以我们人今天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这个各位都应该看过这个黑客帝国骇客任务这个电影的第1集它就是讲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生活，整个人的工作，就在一个电脑的程序当中一切都是周边的一切都是一个电脑的程序而已，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同样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当中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虚幻的这个世界当中。这个虚幻，我们需要这个虚幻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生活了人要生活就是要这个虚幻，这个虚幻当中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虚幻的东西很真实，非常真实我们不要去观察不要观察的话，一切都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回头一看，如果我们有一天怀疑我的这个感官我感官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东西？如果有一天真是怀疑这个的话，那我们就去观察。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生下来到现在一直都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虚幻的世界当中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两条路啊。如果我希望或者是我愿意一直生生死死世世代代啊，就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活下去啊，我希望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去观察了啊，我们不要观察啊，不要观察很多的这个不要观察很多的东西啊，那我们就跟平时一样啊，不要去观察就好了，一切都是很真实的。这是一条路，这个叫做轮回啊。那另外一条是什么呢？如果我不愿意在这样子的虚幻的世界当中活下去的话，那我们树立一个新的世界观，树立起一个新的世界观这个就是佛教的世界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建立一个这样子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用来干什么是准确的去看待金钱、感情、婚姻包括这个世界，准确的去看待，准确的去认识，那这个认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智慧，带来智慧带来慈悲心用我们世俗的语言讲，会带来爱心这样子拥有这个慈悲和拥有这个智慧，然后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佛教的修炼，我们可以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成佛，或者是成就，或者是顿悟证悟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世界观，第一个。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探讨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佛教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物质还是感知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佛教认为这一切都是心，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这种现象，所以它就是归纳为这个唯心主义，这样子，其实不是这样子。西方宗教多数都是唯心主义，他们也承认这个唯心主义，但是佛教不是那佛教是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当然，佛教里面有唯物主义的这个成分，也有唯心主义的这个成分，类似于唯物的，类似于这个唯心的，这样子都有。但是整体来说它不能归纳为这个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唯心唯物就是一种西方哲学的一种说法这个唯心和唯物不能概括所有的知识，不能概括人类所有的这个知识它只是一个西方哲学的一种这个分类。那佛教是什么呢？这两个都不是。这个我们的书上也有讲都不是。那佛教认为这个世界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也不是物质也不是我们的心，那是什么呢？它是心创造出来的一种幻觉，但是它自己的本体呢它不是物质，也不是心，它是心创造的一种从内心产生的一种幻觉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观点这个非常容易了，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刚刚我们讲了这个世界呢是只有1/10只有1秒钟的1/1就才是当下，其他的都是这个幻觉其他的都是幻觉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宏观世界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一个这个电子核比如说一个电子
比如说一个电子有一栋楼这么大的话，那么一个电子核有多大啊？就是1厘米啊，就这么大啊。那这个1厘米这么大的东西是电子核，它是存在的。其他的这一栋楼这么大的这个宏观的东西呢，啊，它是虚幻，它是空的啊。这个怎么讲呢？因为电子的这个运转的速度很快啊，快速的运转的时候呢，我们看了啊，就是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一个物体啊。从外边看就是一个物体，实际上就是我们视觉的一个幻觉啊。那这个世界实际上啊，就是一个除了这个电子核以外的东西啊，都是电子的运转。这个运转高速运转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的视觉带来了一种这样子的幻觉。那这个幻觉到底是物质的幻觉还是我们的内心的幻觉呢？物质它不会有幻觉，这个物质它永远都不会有任何幻觉的，它不会有幻觉。这个桌子它不会有幻觉啊，这房子它也不会有幻觉。幻觉是什么？幻觉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这个产生的一种东西啊。除了精神以外的东西，它没有幻觉的这种概念。那幻觉是内心当中产生的。那这个世界无论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啊，或者是无论是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微观世界的角度来讲啊，它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那它是什么？它就是幻觉啊。幻觉谁的幻觉？就是内心的幻觉，不是物质本身的幻觉啊。那么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是物质的，这个内心呢，这个是幻觉。佛教里面讲，这叫做幻觉啊。这个也叫做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无常啊，这个也叫做无常，微观世界的无常。佛教讲万事万物都在无常啊。什么是无常？无常跟这个运动是一回事啊。运动的意思呢，没有一个静止的东西，万事万物都在运动啊，都在变化啊。无常是什么？无常就是变化啊，无常都是变。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一切都是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佛教里面的世界观啊。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既不是唯物，又不是唯心啊。他认为这个外界它不是物质啊，它又不是我们的内心，它是从内心当中产生的一种虚幻啊。这说得很清楚了啊，这个科学也可以证明啊。另外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物质，在佛教里面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呢？表达呢，就是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这个字来表达。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物质啊。物质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物质有两种，一个是物质的颜色啊，第二个是物质的形状那这个除了颜色和形状以外没有物质了不存在物质了。那么颜色它是不是存在的东西呢？我们大家都认为颜色红绿白我们认为是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买衣服的时候呢，也去选各种各样的这个衣服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喜欢，这个颜色不喜欢等等。但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科学已经被证实了，这个颜色是不存在的颜色就是一个电磁波的这个波的长和短的原因，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分析了以后呢，我们的视觉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那颜色这个世界是颜色组成的。没有一个是没有颜色的东西了那这个我们对这个颜色非常的执着，非常执着。但是今天科学都已经被证实了，颜色不存在那我们已经知道了，我原来认为这个衣服是有颜色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是错误，错了啊。那错了，那我们明明看到有颜色啊，这是什么呢？明明看到是红色、白色、绿色啊，这是什么呢？那这个只能说这个是幻觉，幻觉是谁的幻觉呢？物质是没有幻觉的，那就是我们的内心的幻觉，眼这个感官的幻觉，那不就是说这个有幻觉啊？这不就已经证实这个是幻觉了这是第一个颜色第二个形状圆的方的、长方形的等等的形状，我们认为是物质。但是在宏观世界里有这个形状但是呢，微观世界当中呢没有形状就像我们的银河系，我们晚上可以看到，尤其是在高原上可以看到这个银河系银河系的一个臂手臂一样的一条光在我们看来这是有形状的一条光白色的一条光那实际上它有没有形状？它没有形状的它是很多很多的天体很多很多的这个星球组成的但是呢，我们很远的时候看，就是一片白色的光，有颜色有这个形状实际上我们靠近了以后呢，这里面没有一个有这个形状，都是这个一粒一粒的这个星球但是很远的地方看，它是有形状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看任何再小的东西也好，凡是我们能够肉眼看到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有形状，但是呢在微观世界当中它是没有任何形，它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粒子组成的然后粒子呢我们也可以理解铂离二相性，粒子最终可以变成这个铂那铂是什么概念？根本就没有物质的这个心智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么这些所有的东西第一个原子论，第二个相对论，第三个量子力学，一步一步都在靠近这个佛教的世界观这一点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讲佛教的世界观，我们一点都不吃力我们可以用这个这些科学的这些这个论证来给大家讲这个世界是虚幻的那我们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世界是虚幻呢知道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观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执着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执着希望能够得到减少为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痛苦我们不要认为是外在的因素造成的，都不是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在制造这个痛苦怎么样制造呢？第一个源头是什么所有痛苦的源头是什么？就是执着我们对一个东西非常执着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一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当我们对这个东西失去了这个消失了这个执着的时候呢，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这个痛苦。比如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非常的这个执着父母也好这个亲人也好对这个人非常执着的时候，非常在乎的时候比如说用感情来做比喻
感情非常好的时候啊，就相互之间非常在乎的时候呢啊，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啊，对另外一个人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痛苦啊，带来很多的这个痛苦啊。如果有一天分手了啊，没有在这个之间根本没有存在这个感情问题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在乎了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人的这个任何行为啊，对另外一个人没有任何这个影响，不会带来任何痛苦啊。那我们认为啊，我们一般的人都认为这个所有的痛苦是外来的啊。外在的物质给我们带来幸福，外在的物质给我们带来这个痛苦，所以我们拼命的去挣钱啊，拼命的去这个就往外面去啊，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的这个幸福、痛苦都是来自于这个心理深处，这一点我们忽略了啊。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往外去追求一些东西，往外去追求我们的幸福，我们认为来自于外在的外面的物质世界，所以我们往外追求因为我们追求幸福的方法有错误所以我们得不到幸福最近不是美国一个教授写一本书，非常出名的书叫什么呢？叫《幸福的历史》。幸福的历史，他花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用了大量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资料去研究人类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东西真正对我们带来幸福？他研究了以后，他花了6年以后呢，他最后这个书的最后一行他说什么呢？他说所谓的幸福永远都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就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所以我们去追求但是呢，它不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我们的生活当中找不到幸福，它永远都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去追求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发展等等的动力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幸福是我们怎么样去这个认识这个幸福，怎么样去追求？他说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不是有幸福，但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方法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永远都不会得到这个幸福那我们佛教的世界观告诉我们也就是说佛教的世界观的目标是什么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不要有过度的执着过度的在乎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去工作，不要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不要去这个挣钱，他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子他就是说不要过度的执着不要过度的执着一个人如果我们过度的执着一个人，这个人一定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伤害，很大的痛苦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执着一个物质，如果这样子，这个物质一定会给我带来很大的痛苦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执着一个工作一个事业，如果过度的执着，那就是要带来这个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呢就是远远不如这个痛苦，它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这样子佛教的世界观最终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那这个虚幻当中我们从理论上知道了以后，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虚幻当中
脱离出来呢？能不能从这个当中苏醒过来呢？这个是有办法的啊。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世界的1秒钟的1/1000啊，实际上1秒钟的1/1000也不存在啊，1秒钟的100万分之一啊，1秒钟的1000万分之一，我们可以把这个1秒钟可以分下去啊，最后呢分到100万、1000万、1亿、10亿，最后可以分可以分为什么呢？可以分，最后就是可以分成空的，根本就不存在的啊。但是有一个哲学上的错误的观念和数学上的错误是什么啊？说是无限小啊，无限小，永远都可以这样子分下去。这就是一个从佛教的观点看，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是哲学的错误和数学上的错误。数学上，比如说我们10块钱可以分成10个就是1块1块1块钱可以分成10毛钱，1毛钱可以分10分，然后1分钱也可以分，永远都可以分下去没有一个时候呢，我们再也想不起来了，再也不能放了，没有什么阻碍再分，没有什么阻碍的东西可以永远这样分下去但是这种思维是已经脱离了现实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不是无限的，是有限的东西一个有限的东西再分下去了，最后是什么最后它就分成没有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意识呢，它可以永远再分下去它已经脱离了现实了，永远可以分下去意识，我们的意识是不受任何控制，它可以再分但是物质呢，它不是，它的体积本身是有限，它就可以分完分完了以后，最后是什么呢？我们佛教里面讲得很清楚，最后就是空心量子力学不就已经证实了吗？所有的物质最后这个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它可以变成这个最小的粒子，可以变成这个波这叫做波粒二象性可以变成波那这个真空当中有零点这个零点能就是一种能量，它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基础了它在这个世界的基础一个这么坚固的山河大地，这个天体东西最后它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个能量而已就一个能量而已就是这个能量的密度足够的时候呢，这个能量当中，纯能量当中呢，立即就诞生一个粒子那粒子跟这2个性质都不一样，但是诞生一个粒子，这个粒子10个、100、10000个、1000个慢慢组成这个世界了其实佛教里面就很早以前就讲过，这个叫做佛教的这个空心空心。那佛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我们今天就是在做梦诸位也可以回去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在这个当下是现实生活还是梦境？那我们去分析这个当下是没有办法分清楚的梦我们第2天醒过来的时候才可以否定它的这个存在当下是没有办法否定今天的我们现实生活呢，我们今天做这个梦的时候没有办法证实，但是呢，进入了像这个佛的境界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个是我们原来是在做梦都是虚幻的这样子但这个虚幻跟我们的现实生活不矛盾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我们照样的去工作，还要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为什么呢？我们要养家糊口，要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还是一样的去这个上班，一样的去挣钱一样的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但是呢，我们的内心当中对这个
这个物质的东西呢，没有以前那么强烈的这种执着减少了减少了。那减少了以后呢，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很轻松的，很自由自在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成功那就好如果不成功的话那我们心里面也没有太大的这种痛苦没有太大的痛苦然后就是婚姻、感情、家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都是这样子当然喜欢一切都很顺利、很完整、很完美但是如果有一天不完美了出问题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这个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了，我一定要面对现实我没有办法回避现实它该分的时候分了，该没有的时候没有了，该走的时候走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不要去这个想改变现实我们改变不了了该聚合的时候聚合了，该分散的时候分散该拥有的时候拥有，该失去的时候失去，这个世界本质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普通人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过高的期望然后我们认为只要我能够追求能够奋斗的话，我一定会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得到这个幸福呀等等的然后我们对这个世界有着过高的期望以后呢，我们去奋斗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时候，非常的失望非常失望那失望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呢有些人就是根本接受不了了这个现实接受不了了，然后就是去选择就是一了百了这样子的路精神上接受不了，崩溃了为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个之前对这个世界有过高的期望现在看到了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了不是这么完美的东西，一下子接受不了了一下子接受不了，一下子精神上崩溃就是最后走到这个很极端的路了这样子以后呢第一个活得很不幸福活得很辛苦，活得很累本来我们大家都是很不容易的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人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本来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活得很幸福的可以活得很轻松的，可以活得很有意思的但是呢，我们的一种这个对世界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把我们的这所有的机会最后都没有了最后都没有，就一个错误的观念，最后把自己都走上一个这样子的极端的路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东西导致就是我们的这个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价值观导致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正确的世界观这个世界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完美的就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的极乐世界呀释迦这个佛的插图呀，我们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成一个这样子美好的东西当然了它有美好的一面但是这个美好不美好还是要看这个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态度内心的态度有过高的这个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很具体的例子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很穷的时候我们认为如果我有一天要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的话
那我就一切都就很幸福了，我没有理由我不幸福啊。那个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非常这个幸福，我们会是这样子。那这个人真的有一天发财了啊，他要有多少就有多少啊，他就是发财啊，发财发到这种地步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是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子幸福呢？不是了啊，这个时候很多想不到的东西啊，很多的这些啊这个痛苦，这个时候有产生啊，这个我们中观四百论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啊。中观四百论里面怎么讲的呢？他说啊，这个世界上有2种痛苦啊，社会底层的人啊，往往是这个身体上的痛苦啊，吃不饱穿不暖，还有这个体力的劳动啊，有这个痛苦啊。上层的人啊，就是有精神上的痛苦啊，有精神上的很多很多的痛苦啊。这2个痛苦每一天都在折磨这个全人类、全世界。中观四百论里面讲的不是很清楚吗？那现在我们看到啊，西方发达的国家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它的经济啊、收入啊，一直都已经从上世纪6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啊，这个50年半个世纪当中呢，翻了3番收入，但是呢，他的幸福感啊，幸福指数没有这样子增长啊，一直都在往下降啊。为什么啊？我们认为，我们大家都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只要我有钱，我就会幸福啊。那他们为什么不幸福？如果真的不幸福的话，那我们的这个钱是用来干什么啊？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去破坏环境啊，然后消耗能源啊，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生命、青春、时间啊，全都就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当中啊。那这个如果真的得不到幸福的话，那这个我们得回头想想，这是干什么的？释迦牟尼这个答案，这个世界上就一个人知道啊，这就是佛，释迦牟尼佛啊，他非常了解金钱是什么东西啊，释迦牟尼佛非常了解金钱是什么东西啊，他非常了解我们世俗人的这种心态，他非常了解啊。我们自己不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啊，我们认为，比如说我有一天啊，我就住上了别墅啊，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很幸福的啊。我有一天我就开上了这个名车，戴上名表，穿上名牌的衣服啊，那时候一身的名牌衣服，那我觉得我很幸福的啊，我没有理由不幸福，这个是这样子认为，但是有一天真的这样子的时候呢，不是了啊。这个时候呢，开始，比如说我们真的有一天这样子了啊，发财了，中奖了，突然间发财了啊，然后有别墅了，有名车名表，一身的名牌啊。那头1年2年或者是半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感觉非常好觉得很了不起，很幸福，然后这种感觉呢就是半年的时间或者2年当中会慢慢的会消失啊，它不会往上，这种满足感啊，这种幸福感，它不会往上走，它一定会往下走。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啊。到2年3年以后呢，这种感觉啊，他找不到了，原来的这种满足感找不到啊。然后他看到周边的人啊，拥有更好的这个别墅啊，邻居都住在比他的好的这个别墅啊，邻居或者同事开的车比他好，然后呢，他的这个原来这个房子，这个别墅跟这个车给他带来幸福感啊，现在就不跟他带来幸福感，现在呢他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细心研究的这个时候就讨厌这东西了
然后呢再往上追如果再往上追，如果真的得到了，然后在2年以后呢又往上追这种人永远都不会幸福的，这种人永远不会幸福凡是没有满足感的人，永远都得不到幸福一直到追到死为止，都不会满足。他走的时候，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世界不满足抱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这个心态就是这样，我们凡夫人的本质就是这样子。佛非常理解佛不是理解，佛非常了解我们的这个心态，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指了一条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个文章是佛教徒的生活模式就佛给我们制定了一个模式我们怎么样去生活我们怎么样去生活的话，过得更轻松更幸福，还有呢更有意思这个就有一个模式。这个是大家去看一下，参考一下这个文章。这就是佛的世界观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世界是无常的，这个叫做无常然后还有一个佛说这个世界忧乐皆苦，这个世界是痛苦的，说这个世界是痛苦的这个很多人不能理解了所以很多人也认为佛教很悲观很消极。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是痛苦的所以很这个悲观，很消极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比如刚才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肉眼去看肉眼去看这个鹅卵石是静止的显微镜看它是运动的。同样的道理佛说的痛苦是什么痛苦有3种痛苦一个就是苦这就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公认的这个痛苦，比如说生病、贫穷等等的这个痛苦另外一个叫做变苦变苦是变化的痛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一个现在拥有很好的这个环境，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呢，我们感觉不到它是痛苦，但是佛认为这个也是痛苦。为什么呢这叫做变苦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痛苦这个生活的话，那我就是离开了这个生活，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的时候呢比普通人的这个感受比普通人还更这个痛苦更痛苦。为什么比普通人更痛苦呢？因为我习惯了原来的这些东西，所以给我导致了一些这个痛苦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右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东西很累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放在左肩上，左边的肩膀上，这个当下瞬间1分钟2分钟当中呢，感觉很舒服了没有痛苦了但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不痛苦呢？我们把这个很重的东西还是放在我的左边的肩膀，也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呢。为什么感觉到这个舒服呢？这个时候这个痛苦呢，它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实际上是痛苦，它就是慢慢的会变成痛苦了就是这样子佛就是说比这个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从乡下搬到一个公寓楼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很好，这个公寓楼非常好，很满足，很幸福有幸福感，半年1年当中很满足然后呢又不满足了不感兴趣了觉得我这个公寓楼不好，再买一个别墅去奋斗很长时间，然后真的买到了一个别墅那在这个别墅当中住在这个别墅，然后我们再回到再搬回来这个公寓楼的时候，如果再搬回这公寓楼的话这个时候是很痛苦的
啊。那为什么原来我们从乡下搬到公寓楼的时候，这个我们认为很幸福啊？为什么我从现在别墅搬到公寓楼就不幸福呢？不就是一个房间呢？就是一样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心啊不满足了。那我这个别墅住在这个别墅里的这种这是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导致痛苦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叫做这个变苦然后行苦行动的行，这是一个更细微的痛苦。佛永远都不会否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短暂的幸福、短暂的快乐，或者是相对的快乐，这个佛不会否定的。但是呢，佛认为这个总的来说这个世间我们用幸福这2个字来形容的话不太恰当有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奋斗，从这个轮回当中这个去追求解脱佛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世界是变化无常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准确的去认识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痛苦那我们比如说父母去世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佛教的世界观的人就是很痛苦就是至少是这个1个月、2个月当中呢，非常非常痛苦，就痛苦都没有办法忍受就是活不下去就这种感觉。但是呢1个月、2个月过去了以后，慢慢淡化了2年、3年以后呢，彻底的忘了彻底的忘，这样子。是一个佛教徒有这个佛教的这个世界观的话呢，那比如说父母离开了。他当然有痛苦，但是呢，他也知道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这个规律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是一个现实我要面对现实我一定要面对现实，我没有办法这个逃避现实。这个世界我早就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那样子他就没有那么大的痛苦了。但是1个月、2个月、2年、3年、5年过去了以后呢，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父母的恩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当下没有那么大的痛苦，然后他永远也不会不会忘掉父母的恩德。那我们没有这个世界观，当下很痛苦然后2个月、3个月过去了以后彻底的忘这个就是差别所以我们要这个树立这个佛教的世界观。佛教的世界观在我们你承不承认前世后世轮回是另外一回事承不承认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共同要面临的就是今天的这个现实生活在这个当中我们的世俗的这个世界观给我们导致了很多的痛苦。佛教的这个世界观建立起来以后呢，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就是这样子这叫做这个世界是这个虚幻的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这个我们要做好心里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不要想这个世界是很完美的，心里没有任何的这个准备然后一旦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它的丑陋的一面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面对，然后就精神上崩溃就不值得了。佛认为这样子不值得。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世界观今天我们就这个佛教的世界观简单的介绍到这里了大家都很认真的、很专心的听了谢谢大家。Sonum de Tanja Zurbani Doni Pejana Barji Kirgana Jivalon Japa Jibin Zolin Doa Doa Om Ahom Banzernger
Bama Sada Hum Om Ahum Banzangara Bama Sada Om Ahum Banzangara Bama Sada